当北京还在算计如何透过长河维系对全球港口的掌控时，巴拿马却在关键时刻出手，当场掀桌。这一纸诉讼不仅让涉及2座战略港口的交易陷入僵局，更像一把插向北京后背的匕首，让中美地缘博弈瞬间升温。同一时间，湖北松滋的法庭里，一场判决引爆意外场面。曾被寄予厚望、代表依法治求理想的前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听到自己被判刑10年6个月后，情绪崩溃，当庭猛踹被告席。他那一脚不只是愤怒，更像是中国足球改革神话彻底崩塌的现场写照。而在舆论场另一端，宗教界也掀起了不安的波澜。继释永信被查后，网传深圳某知名方丈出事，坊间议论四起。佛门反腐会成为下一个风暴眼吗？您好，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我是王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7月31号，长河出售海外港口的计划再度风云变色，而这一次变数来自港口所在地巴拿马政府出手了。根据路透社连日报道，巴拿马审计长弗罗雷斯已向法院提诉，要求宣布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港口公司对巴尔博亚与克里斯巴托这2大港的经营合约违宪无效。理由是2021年合约续签时没有遵循必要的法律程序，特别是未经审计部门批准。乍听像是行政瑕疵，但背后水很深。因为这2个港口不仅是巴拿马运河的左右门神，更是全球贸易命脉的战略咽喉。谁控制这2端，谁就有在全球航运里插手的可能。这不只是经济利益，更是国际博弈的实体符号。而现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也亲上火线表示，目前看不到这份合约继续存在的理由，我们会等待法院裁决。这不是简单的法律行动，而很可能是一次战略性表态。为什么这时候出手？答案可能藏在更宏观的背景中。这场诉讼与美国对北京影响力扩张的关切高度契合。早在今年3月，美国前总统川普就在公开场合强调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他直接点名北京透过企业渗透港口是国安危机，甚至暗示若他重掌白宫，会把运河拿回来。如今巴拿马政府突然挑战合约合法性，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是对华府压力的积极回应。有分析认为，巴拿马当局在此紧要关头出手，无异于狠狠捅了北京一刀，对中共绝不是好消息。一旦长河的合约被判无效，意味着上述港口将彻底脱离北京影响力的掌控，这显然是川普最乐见的局面。简单说，巴拿马在中美之间做出了选择，选择了川普。特别是几个月前，巴拿马政府才刚退出一带一路，而这场诉讼则像是在战略上进一步划清界限，不只是拒绝靠近北京，更是以实际行动拆除北京在全球海运网络中布下的一块基石。值得注意的是，长河今年3月宣布将出售全球43个港口业务，包括巴拿马这2座重要码头。最初的买方是由贝莱德与码头投资有限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但随即遭遇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对。中方传出希望中国远洋海运能入局，以确保对战略资产的掌控。长河也一度对外释出讯息，表示欢迎中国策略投资者进入买方阵营。如今港口交易卡在巴拿马法院的手中，美中博弈也正是在这2座闸门前摊牌。变局的结果不只是长河的生意刹车，更可能重创北京海上丝路的长期布局。而对华府来说，这或许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至少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巴拿马选择了与他同行。目前这场围绕港口的角力仍未落幕，长河能否在多方压力下完成交易，全身而退仍是未知数。若巴拿马方面的诉讼最终获胜，合约被宣告无效，北京是否会善罢甘休也难以预料。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牵动更大的地缘棋局。
值得持续关注。7月30号，湖北松滋法院内，被告席被踹翻的一瞬间，空气里只剩下一种沉默。踢翻被告席的是曾经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就在法院宣判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之后，他情绪失控，当场踢翻了眼前的被告席。这一脚或许不只是情绪的爆发，更像是他的个人命运与制度撕扯的一次本能反击。根据披露，一审认定他受贿545万元，比检方最初指控的645万少了整整100万。王小平翻供了，也坚决不认罪。他的律师和家属都说要坚持无罪辩护。在中国足坛这场风暴里，王小平是少数选择不低头的那一位，但也是他曾被寄予厚望。1982年，王小平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一路做到教授。2009年，第一次足坛扫黑开始，足协成立纪律委员会，邀请法学专家进驻，他被请了进来。那时的王小平是以法治球的象征，还是个挺安静的人。据说他在政法大学教书时，最让人记住的不是哪堂课，而是他在校园里常年投喂流浪猫狗。然而这份温和到了2017年却突然转调，他在足协开出了一张又一张罚单，密度惊人，1年内总数152张，总金额超过350万元。有人送他外号叫书法家，并戏称王教授每天不是在写罚单，就是在去写罚单的路上。更讽刺的是，当年负责治病的人，后来成了病灶本身。球员王大雷在王小平落马后发了一条微博，只写了3个字：天亮了，简短的不能再简短，却像是压抑已久的泄气声。这句话背后是整个足坛对这个书法家的积怨。不少网民都在问，一个本该是主刀医生的人，为什么最后反而躺上了手术台？过去2年，中国足坛贪腐名单越拉越长，从李铁、陈书元到副主席、秘书长，甚至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前后18人全部被定罪。李铁被判20年，陈书元无期徒刑。中国足球几乎整个高层架构被一网打尽。答案也许不难猜，在中国足球这张盘根错节的大网里，任何试图带来干净的人，要么被网住，要么被吞下。这不是个人意志的崩塌，而是系统性困局的缩影。所以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是王小平，但真正该接受审判的，或许是那个让以法治球变成笑话，让第一位法学教授亲手撕碎自己信念的整个生态。中国大陆佛门近期似乎不太平静。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刚被带走不久，舆论尚未平息，新的风声又接踵而至。7月28号，知名媒体人、经济观察报记者李维敖在微博发文，语带保留地写道：传说深圳有个著名的大和尚也被。3天后，也就是7月31号，财经博主财入门发帖回应，释永信刚被查，知名大 V 就爆料，深圳某知名大和尚也被抓。他提到，有网友猜测是否指向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目前尚未有确切的消息。同时，他也抛出疑问，这会不会是一轮宗教界反腐的开端？看起来似乎很有必要。那么，这位被频繁点名的印顺大和尚究竟是谁？据大陆百科资料显示，印顺1974年生于湖北襄阳，2000年于深圳弘法寺剃度出家，是临济宗第45代衣钵传人。他拥有不俗的学历，曾就读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后获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佛学博士学位。其身兼多项职务，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与三亚南山寺的方丈、南海佛学院与本焕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中共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不过，外界关注的并非这些头衔。微博用户孙悟风大王爆料称，印顺大和尚爱搞钱、爱做工程，深圳商界都知道，手伸得长。更有网友冷嘲道，深圳财政也没钱了，
去庙里化缘已经不够花，干脆直接抄庙杀和尚取钱了。和尚落马潮要开始了吗？截至目前，关于燕顺是否涉案尚无官方证实，也缺乏权威来源的进一步消息。但从李卫敖的隐晦暗示到网友支持不断的爆料与议论，这股风声恐怕并非空穴来风。或许下一张骨牌真的正准备倒下。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